2022年 TapTap 上有一款游戏发布了15万字的设定集，构建了一个宏大的西幻类日式王道 RPG 世界。游戏获得了将近9万月亮后，制作组却销声匿迹，提到的 IP 小说和漫画连载不见下文。很多玩家不免担心制作组跑路了。我们来到筑王玉作的工作室，看看他们这段时间究竟在做什么。从类型上归它是 ARPG 嘛，但是我们又希望它能够做出跟传统 ARPG 不一样。现在大量的ARPG 独立游戏，它更多其实往肉鸽方向去转，那我们就把肉鸽战斗构筑这部分就拆开来，放到外面的剧情上面去。就比如说玩家他天天行侠仗义，当个好人，他就能获得一个新的刻印，然后他进副本的时候可能会让自己的回血量变高啊之类的。除了西幻这个皮之外，我们做了很多就是本地化的一些就更符合本地宝宝体质的一些元素，比如说国风一样的元素。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设计出来的将军，就让人一看就真的有那种百战沙场的那种杀伐感。就美术上其实受剑锋传奇影响会比较多一点，然后我们是在它的图形基础上，就是它的也抓住它的那个设计的精气神的基础上，然后我们覆盖了更多叙事性的内容。因为比如说剑锋传奇里面很多的那些恶魔的设计，他们手写版面可能都做得很大，然后我们会做一些奇观类的恶魔，比如说利维坦啊，那这些都是那个日儿早期的那些古早时期的那种经典元素，然后还有那个西幻里面的经典元素，我们把它全部拿过来了。因为游戏文案当久了嘛，就感觉就为某一款游戏专门定制一个故事，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遗憾的事情。因为我觉得故事不一定没写完，它有时候的结束其实是被游戏性强制而结束的。我认为这个角色上它可能还有更多需要挖掘的东西，比如他的父辈之间的故事，对吧？他的父辈如何从一个落魄贵族成长为一个国王的。最后这么世观里面有个角色呢，就是那个第二帝国的开国皇帝，他的父亲其实就是一个在反打上的一个花龙，就天天在来整郁金香那种。一个花龙之子如何成为一个传奇帝国的开国君主？我觉得这段故事就是我并不需要去说这些故事的细节，我哪怕就把这个概念单拎说，它其实都能够让人感到心潮澎湃。那肯定要世界观，那世界观都有四大元素嘛。第一个是角色，就你的角色有哪些角色，比如说你兽人啊、精灵啊角色，然后第二是事件，然后第三个就是舞台，舞台是让玩家有真实感，就比如说这边是亚热带。那边是热带，再往上面是寒带，对吧？寒带，他们每个地方有不同的一个植被，然后它因为不同的植被，所以跟角色之间形成了一个反应，这个反应最后生出来的结果叫文化，叫文明。比如兽人，它是一直生活在北方的草原，所以它更有很多游牧文明的特征。然后第四个就是力量体系，就任何一个世界观，它肯定要有一个鲜明的力量体系，即便是地球，对吧？我们的力量体系很简单，物理体系。对吧？物理学神剑，对吧？那西幻体系呢，肯定有不同的体系，有魔法体系的，魔法是怎么运作的？它在很多世界观或者 RPG 体系，他们对魔法怎么运作的解读是比较模糊的。反而优秀的作品其实对魔法的奥秘，它其实讲解的比较明晰，让玩家能够看懂，用户能够看懂。就比如说哈利波特也好。然后像那个山口山，就是那个魔兽世界，他后面也开始补了嘛，开始补它的光了。光的源头其实是一个神，对吧？之前说光就是光，对吧？后来发现，力量体系好像很难自圆其说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在力量体系上也做了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完备的一些设计。前期的系统搭建基本上已经完成了70%到80%左右。那其实后续的更多的其实是一些内容相关的一些迭代，因为我们第一阶段其实我们主要的核心主轴是在游戏跟桌游上。对，其实我对于我们整个的一个企划方向是规划了3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我们的单机游戏跟桌游，然后第二阶段呢可能会有一些包括像手游化的发展，然后包括轻小说跟漫画的一些衍生，然后第三阶段的话更多的是影视化的一些发展。过于乐观的去估计了这件事情，当时没想到，当时好像踩在这儿融资计划受阻了。当时我们对自己这套东西，就至少从美术方面，然后从世界观设定上，我们认为它是比较过硬的一个产品。然后我们认为在融资方面应该是比我们想象中那么艰难，但事实上觉得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。然后这个计划就被迫腰斩了。我们其实做的是一个聚沙成塔的一个事情，我们并没有上来就直接高开高打。对，因为你看很多的 IP， 他们往往会去走一种高开高打的一种方向，它需要非常庞大的运营体系来支撑。那可能短暂的时间它可以做到，但是你要从长远来看的话，它没有办法去维持一个很长远的一个发展状态。对，但是你如果是我们从一点一滴去做的话，我们从小开始做的话，那这个牌子我们可以慢慢把它做大。我们希望的一个方向是一个能够它一个开源的方式，所以我们会去找更多
可以一起来探讨、一起来合作的一个合作方，让他们一起来加入到整个的一个，就是作为一个创作盘子、创作团体来进入到这个体系里面去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当时那个就是我的梦想资助人，他资金链断掉了嘛，我被迫自己求生。那求生我总得有一个支点嘛，就支点我就上了泰国，就没想到成绩会那么好。现在都有人加群，就是现在其实我已经不让人进来了，因为他进来之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，就感觉很愧对。愧对当时在泰国上那些玩家，都给大家道个歉，对不起。但是我知道你们也很急，但是你们先别急。等我们准备的更完善的时候，我们会跟大家见面的。也希望大家到时候能够给我们提出更多的一些有价值的意见，让我们是个比较开放的一个状态。就是就像我们希望能把 IP 开源一样，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大家群策群力做一个就是养成系的一个游戏社区，给游戏环境。游戏艺术家，对话赋予游戏艺术性的人。